和林雪堂结婚的第3年，他们的婚戒意外掉进了下水道。江林拿着票据去珠宝店补制，柜员在系统里输入编码，忽然抬头看他。先生，您的购买记录显示是单身定制。他怔住，以为自己听错。不可能，我和妻子3年前就在这里一起选的款。柜员又查一遍，表情变得古怪。系统显示您确实是单身购买记录，但林雪堂女士是已婚状态。他顿了顿。她配偶栏登记的先生叫苏澈，您认识吗？江林的脑子嗡地炸开，耳边只剩尖锐的风鸣。所有人都知道江林和林雪堂青梅竹马，他是他心口的朱砂痣，是他年少时小心翼翼护着的人。而苏澈是在他外派那2年间，林雪堂因为太想他而找的替身。江林攥着那张泡了污水的单据，浑浑噩噩地上了车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林雪堂的消息跳了出来。亲爱的，我退了董事局会议，买了你爱的威士忌和黑松露蛋糕，只想早点回来陪你，我好想你。你呢？有在想我吗？他盯着这条消息，突然笑出了声，笑着笑着，眼泪砸在屏幕上。3年来，他每天都会问这句，诉说着思念。可原来他早就和别人成了合法夫妻。他想起小时候，林雪堂为了捡他掉进湖里的模型船，寒冬腊月跳进冰水，高烧3天，却还笑着把船递给他，说：阿林别怕，我没事。他想起15岁生日，他在实验室外等了一整夜，就为了等他推开门第一个说生日快乐。他想起18岁成人礼，他包下整片星空观测台，在流星雨下单膝跪地，说：阿林，等我25岁，你就娶我做你的老婆好不好？他想起他外派原件，他红着眼把他抵在机场柱子上，声音发颤。2年，我只给你2年，时间一到，我就飞去抓你回来。在外那2年，他几乎每晚都要和他打视频电话。有次他信号中断3天没上线，在联系时得知他焦虑发作，酗酒过度进了医院。视频里他眼睛通红。亲爱的，没有你，我撑不下去。他总是哄他，快回去了，再等等。归国那天，他没告诉林雪堂，想给他惊喜。结果推开酒店套房的门，却看见他和一个男人吻得难舍难分。那男人侧影和他有7分相似，他的行李箱哐当倒地，转身就走。林雪堂疯了一样追出来，他不接电话，他就一直发消息；他不见他，他就淋雨站在他公寓楼下，一遍遍解释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些年你不让我去看你，我太想你了，所以才找了个替身。我发誓，就只是拥抱亲吻，别的什么都没发生。阿林，我错了，可我真的是爱你爱到发狂了。最后，他在雨里站了3天3夜，肺炎晕倒，送进医院还不肯治疗，他才心软原谅。后来，他对他还像从前一样好，直到婚后，他发现他的私人助理换成了苏澈，那个他说已经送走的替身。他再一次解释，他家里遭了变故，在外举目无亲，哭着求我想回本市。他应聘我的助理，我完全不知情。他能力出众，又是正规流程进来的，我不能无故开除。于是他再一次容忍了，没想到忍到最后，自己成了彻头彻尾的笑话。车子驶入别墅区时，江林的眼泪已经干了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刚要推门，听见客厅传来林雪堂和她闺蜜的对话。我刚去看了，苏澈没事，就一点皮外伤，你安心在家陪江林吧。林雪堂靠在沙发上，真丝衬衫解开一颗扣子，长腿交叠。她皱眉按灭闺蜜手里的烟，声音冷淡。说过多少次，来我家不准抽烟，阿林讨厌烟味。行行行，宠夫狂魔。闺蜜笑着调侃。不过我真不懂，你明明那么爱江林，当初为什么非要和苏澈领证？说实话，他对你而言，应该不只是替身那么简单吧？空气静了几秒，随后林雪堂低沉的嗓音传来。那又如何？以前我也觉得他只是个替身，阿林一回来我就不需要他了，但他离开后，我几乎每晚都梦见他。后来实在受不了他不在身边的日子，我就派人把他寻了回来，给我当助理。我不能没有阿林，但苏澈我也确实离不开了。阿林可以享受我光明正大的宠爱，苏澈只能在暗处给个名分做补偿，不行吗？闺蜜叹气。你就不怕江林知道？以他的性子，知道了，你就算跪碎膝盖，他都不会回头。林雪堂沉默片刻，喉结滚动。那就永远不让他知道。江林站在门外，浑身血液冻成冰，他以为自己会崩溃，却发现连眼泪都流不出了。原来痛到极致是这样，心脏像被活弯曲一块，却还要跳动。他想起林雪堂今早出门前还温柔吻了他的眉心，想起他每次应酬醉酒都会抱着他喃喃。亲爱的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想起他把他冰凉的手捂在胸口，说这里只为你跳动，竟然全是假的。他一路回来还在想他是不是有苦衷，现在才明白他不过是同时爱着2个人。他要的从来不是选择，而是一人站着朱砂痣，一人坐着明月光。好，林雪堂不是怕他知道吗？那他就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永不回头。他转身离开，直接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他去申请注销了所有国内的身份信息。第二件事，他改了名字，工作人员告诉他手续2周内办理。2周后，林雪堂就算翻遍世界也再找不到他。江林转身离开，手机在口袋疯狂震动，全是林雪堂的未接来电和消息，他没看也没回。到家时天已漆黑，林雪堂站在客厅，一见他就大步走来，眼底焦灼清晰可见。亲爱的，你去哪儿了？回来发现你不在，
等了几小时，差点把全程翻过来。他的担心不像装的，江林怔怔望着他，心脏像被无形的手攥紧。他忽然想起大学时，他去参加学术论坛，他只是手机没电晚回1小时消息，他就直接气会跑回来找他，生怕他出事。明明这么爱他的人，原来给的爱也不是独一份。喉咙被堵住，呼吸都带着细密的疼。最终他只是平静开口：去图书馆了，忘跟你说，抱歉。林雪堂松口气，把他搂进怀里。跟我道什么歉？不是怪你，是担心。他低头亲亲他发顶，语气温柔。好了，亲爱的，你前天说想吃松鼠桂鱼和蟹粉豆腐，我去给你做，好不好？说完，他松开他，转身进了厨房。江林站在门口，静静看着林雪堂。他衬衫袖口挽起，修长手指熟练处理食材，侧脸在暖光下格外温柔。他忽然想起3年前他刚回国，因水土不服胃出血住院。那时林雪堂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集团总裁，硬是花1个月跟着名厨学了一手好菜。有次跨国并购案会议可给他熬药时间撞上，他直接架着平板在厨房一边看火一边谈判，惊得高管们目瞪口呆。他曾那样爱他，可此刻他的手机响了。江林看见他瞥了眼屏幕，神色微变，随即放下刀，匆匆擦手。亲爱的，公司有急事，我得过去。他解下围裙，语气如常，不忘俯身亲亲他额头。菜快好了，你先吃，别等我。江林没说话，只点头。等他离开，他走到餐桌前，看着那几道冒着热气的菜，心脏疼得喘不过气。他看清了，那通电话是苏澈打来的。他没吃饭，出门叫了辆车，跟了上去。果然，林雪堂去的不是公司，而是医院。医院 VIP 病房走廊，整层楼都被清空，几个医生护士站在病房门口，神色紧张。院长正弯着腰，低声下气对林雪堂道歉：林总，实在抱歉，是我们疏忽，才让苏先生洗澡时滑倒，我们一定加派护工，绝不再出错。林雪堂脸色阴沉，声音冷得像冰。再有下次，这医院就关门。院长连连点头。是，一定注意。江林站在拐角，指尖掐进掌心。明明她闺蜜说过，苏澈只是一点皮外伤，可一点皮外伤，她却包了整层楼。如今出点事，紧张的恨不得掀翻医院。病房门推开，苏澈虚弱靠在床头，脸色苍白，眼眶泛红。林雪堂快步过去，握住她的手。怎么样，还疼吗？苏澈眼眶泛红，声音哽咽。都怪我，被车蹭到也就算了，洗个澡还能摔倒，害你都没空陪江先生了。他误会了怎么办？我真是扫把星。胡说什么？他低声斥责，语气却温柔。好好养伤，这几天我在这儿陪你。苏澈抬起湿漉漉的眼睛。那江先生呢？林雪堂淡淡道。我会安排，你别操心。顿了顿，他又补了一句。我们是夫妻，我陪你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江林浑身血液瞬间凝固。夫妻，好一个夫妻。可还没等他回神，下一秒，他竟看到林雪堂摘下腕上的古董表，轻轻戴到苏澈手上。还有，以后不准说自己是扫把星，这块表开过光，我戴了10年，以后给你戴着，保你平安。苏澈感动落泪，伸手抱住了他。江林站在门外，眼前一片模糊，像被深海溺毙。那块表是他20岁那年，不吃不喝打工半年，在瑞士表行排队3天3夜才抢到的限量款。那天风雪交加，他冻到手指生疮，才终于等到大师亲手调教配过。回去后，林雪堂看到他满手冻疮，眼眶瞬间红了，一把将他抱进怀里，声音发颤。阿林，你疯了吗？谁让你去受这种罪的？他笑着把表戴到他手上。大师说这表能保你顺遂无忧。他低头吻他，说我会戴一辈子。此后10年，他果真从未摘下，哪怕在最重要的商务场合，哪怕在最亲密的时刻，这块表都在他腕间。可现在，他亲手将它戴在了另一个男人手上，心脏像被钝刀割开，疼得无法呼吸。原来他的一辈子也不过10年。他转身离开，脚步虚浮，到家时天色已晚。刚进门，手机震动，是林雪堂的消息。亲爱的，公司临时有事，我得去国外几天，别生气，回来补偿你。江林盯着屏幕，手指悬在键盘上发抖。他打下一行字：是要出差几天，还是要陪你的丈夫几天？最终他一个字一个字删除，眼泪砸在屏幕上。他开始收拾行李，证件、护照、银行卡，所有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都收进行李箱。3天后，林雪堂回来了。他推开门，手里捧着大树向日葵，另一只手提着黑松露蛋糕，笑容温柔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江林站在客厅中央，静静看他。他走过来，放下花和蛋糕，伸手想抱他。这几天是太急，非去国外不可，否则我不会离开你这么久。别生气，好吗？他微微侧身避开拥抱，语气平静。没生气，你忙你的。他一愣，随即笑道：不忙了，忙完了，接下来就是哄你。他牵起他的手，眼中带着期待。我给你准备了惊喜。不等他回应，就拉他上了车。半小时后，车停在美术馆前。江林走进去，发现整个展厅都被包下，四周站满了人。见到他们进来，纷纷低语：林总真是大手笔，为江先生包下整个美术馆。听说专门从法国请了他最爱的画家，今天只为他一人服务。那位画家现在身价不菲，保守估计这一趟花了8位数。这算什么？林总宠夫可是出了名的。江林站在璀璨射灯下，耳边是艳羡，
眼前是林雪堂温柔的笑，可他的心却像浸在冰里。他给他盛大浪漫，也给别人婚姻名分，他让他活在羡慕里，却让另一个人活在他的结婚证上。江林坐在美术馆的贵宾席，眼前是名画，耳边是林雪堂温柔的讲解。他俯身替他整理衣领。冷吗？他摇头，却下意识皱眉，胃部传来绞痛。林雪堂立刻察觉，胃又疼了。他感到熟悉的痉挛，点头。他温热的手掌贴上他胃部，轻轻揉着，语气歉疚。疼得厉害吗？要不我们回去？江林摇头，林雪堂熬不过他，只好打电话让助理送胃药和热水来。这期间，他注意力全在他身上，时不时揉揉他胃部，低声问要不要热水，要不要毛毯，细致的仿佛他还是他捧在手心的珍宝。半小时后，有人匆匆走来，轻唤：林总，东西送来了。江林和林雪堂同时回头，是苏澈，他手里拿着纸袋，头发微湿，脸色还有些苍白。林雪堂脸色瞬间变了。你伤刚好，谁让你来的？我叫的不是陈助理吗？苏澈咬了咬唇，声音轻软。陈助在谈项目，我怕江先生疼得厉害，又怕您等急，就自己来了。他说着，小心递过纸袋。外面下大雨，我忘带伞了，但您放心，药和热水我都护得好好的，一点雨没沾。林雪堂神色急变，最终先接过纸袋递给江林。亲爱的，我陪你去休息室。江林没说话，拿着东西去了休息室。等他出来时，说要等在外面的林雪堂已不见。他刚要离开，听见隔壁休息室传来细微声响，走过去一看，林雪堂将苏澈压在沙发上，吻得深入。苏澈半推半就，别，江先生还在等你。先不管他。林雪堂嗓音暗哑，你冒雨跑来，是想心疼死我吗？我只是怕等久了江先生会难受，而你看到他难受也会难受。苏澈声音带着哭腔，我只想让你开心。林雪堂似乎更心疼了，吻得更深。苏澈忍不住轻哼一声，他低笑，嗓音温柔，有感觉了。苏澈脸红着推他，你去陪江先生吧，我可以自己。你怎么自己解决？林雪堂声音宠溺，这种事要女人帮忙才舒服。他的手探了下去，随后是衣料摩擦声，苏澈压抑的喘息和林雪堂低沉的哄诱。乖，进来。江林站在门外，疼得撕心裂肺。他想起他们的初吻，20岁那年，他在星空下捧着她的脸，小心翼翼吻。阿林，我可以吻你吗？他红着脸点头，他低头吻下，温柔的像捧着一件珍宝。他想起他们的初夜，自己克制隐忍，一遍遍问林雪堂疼不疼，直到他摇头，自己才敢彻底拥有她。事后还抱着她哄了很久，说这辈子都会对她好。可现在，他却在休息室里用自己的花蕊取悦另一个男人。林雪堂，你负我负的彻底，心脏像被活生生撕成两半，疼得他几乎站不稳。他踉跄后退，不小心撞到墙边的装饰雕塑。谁在外面？林雪堂冷厉的声音传来。林雪堂追出来时，走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只白猫蹲在墙角，警惕的看着他。看样子是猫。苏澈跟过来，轻声说：你快去陪江先生吧，我等会儿自己打车。林雪堂皱眉，这么大的雨，打什么车？留在我身边。苏澈咬了咬唇，低声道：可是江先生，我是不是你的老婆？林雪堂突然捏住他下巴，嗓音低沉。苏澈脸颊瞬间泛红，小声道：你当然是。那就听我的。知不知道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？老婆最大，老公第二。他牵起他的手，直接带回展厅。推门进去时，江林还坐在原处，安静的看着画。林雪堂松口气，拉着苏澈坐到他旁边，随口解释：亲爱的，外面雨大，苏澈也喜欢看画，就让他留在这里好不好？江林嗯了一声，没拆穿。整场观展，林雪堂依旧对江林关怀备至，问他冷不冷，替他揉胃，甚至低声问他要不要提前离场休息。可江林知道，他的右手始终和苏澈十指紧扣。他忽然想起他们第一次牵手，那年他16岁，夏夜闷热，他翻墙到他家楼下，把汗湿的手伸到他面前，笑着说：阿林，我手好热，你给我降降温。他红着脸握住他的手，他立刻收紧手指，再没松开。那时候他眼里只有他，而现在他一手牵着他，一手牵着别人，一滴眼泪不受控制的滑落。林雪堂立刻察觉，指腹擦过他脸颊。怎么了？江林笑了笑，轻声道：话太感人了。林雪堂低笑，嗓音宠溺：真是个小哭包。他没说话，任由他擦掉眼泪。观展结束后，人群散去，林雪堂却没让江林走，他让人推上来一排画架，油画、水彩、素描，每一幅都价值连城。你以前提过这些名画，我就都买下来了。他笑着问他喜欢吗？一旁的工作人员立刻补充：江先生，林总为这批画费了不少功夫，有些是从私人藏家手里高价竞拍的，有些是从博物馆借调的。苏澈站在一旁，眼底闪过一丝暗色。江林扯了扯唇，刚要开口，这是什么？苏澈突然伸手，好奇的拉了拉旁边一根装饰绳。别拉！工作人员脸色大变，可已来不及。头顶传来机械音，下一秒，沉重的射灯架猛地砸了下来。电光火石间，林雪堂一把拽过苏澈，护在怀里滚到一旁。而江林站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黑影朝自己压来。砰！剧痛袭来，他倒在血泊中，最后的意识里是林雪堂惊慌失措的喊声：阿林！可他知道，他怀里护着的是别人。江林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里14岁的林雪堂还穿着校服裙，
膝盖擦破了皮，却笑得张扬。他一边给他涂药，一边红着眼睛骂：你是不是傻？一个打三个，你以为自己是超人啊？他满不在乎的挑眉。谁让他们抢你模型，欺负你就是不行。少女扬起脸，眼神炽热坚定。只要有我在，你不准受一点伤。梦里的江玲泪流满面，忍不住喊他血糖。他却像听不见，牵着同样14岁的他转身走远。画面骤然翻转，现实中的林雪堂护着苏澈，任由他被砸伤，鲜血染红视线。他猛地睁眼，泪水浸湿枕巾，还没缓神，便看见病房里苏澈正哭着扑进林雪堂怀里。怎么办？都怪我，我不该拉那个绳子，要是我不拉，江先生也不会出事，你罚我吧。林雪堂无奈的替他擦泪。真要罚？苏澈抽噎着点头。是，做错事就要罚，不然我睡不着。林雪堂低笑，捏捏他的脸。那你叫我一声老婆。苏澈愣住。什么？叫。他红着脸小声喊。老婆。林雪堂揉揉他头发，嗓音温柔。既然你叫我老婆，那就要听我的，这事我有数，你不用管了。苏澈只能乖乖离开。江林静静看着这一幕，手指无意识的碰到了床头的水杯。啪！林雪堂猛地回头，这才发现他醒了。他快步走来，眼底满是关切。阿林，你怎么样？哪里疼？他握住他的手，语气懊悔。对不起，当时太乱了，我认错了人。江林闭上眼，没有拆穿，他只是轻声问。苏澈呢？林雪堂脸色微变，以为他要找苏澈麻烦，立刻解释。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不过这的确是他不对，我已经严厉惩罚过他了。江林想起刚才他让苏澈喊老婆的画面，心想是这种惩罚吗？那确实挺严厉的。他什么也没说，没有愤怒质问，没有歇斯底里，只是平静地说：我饿了。林雪堂怔住，他盯着他的眼睛，终于察觉到异样。他太平静了，平静的像一潭死水。他张了张嘴，江林又重复一遍：我饿了。彻底打乱他的思绪，他只能压下不安，温柔点头。好，亲爱的，我马上去买吃的，你等等。他拿起车钥匙，匆匆离开。门关上的瞬间，江林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汹涌而下。但他立刻抬手擦干。他看向窗外，阳光刺眼，这照不进心里。爱才会歇斯底里，恨才会不甘吵闹。可现在的他对林雪堂无爱也无恨了。林雪堂推掉所有工作，寸步不离的在医院照顾江林。他亲自为他吃饭，替他擦药，甚至半夜醒来都要确认他有没有踢被子。可江林始终平静，直到出院这天，林雪堂觉得他闷坏了，特意为他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，庆祝他康复。宴会厅流光溢彩，香槟塔晶莹剔透，宾客衣香鬓影，觥筹交错间，所有人都在夜兴。林总对江先生真是宠到骨子里了。听说这些礼物全是孤品，有些是拍卖会压轴拍下的。江先生真是好福气。江林站在人群中央，脸上没有一丝笑意。林雪堂终于忍不住，将他拉到角落，低声问：还在生气？他指腹摩挲他手腕内侧，语气讨好。我发誓，我当时真的认错人了。你要怎样才能原谅我？亲爱的，你说，我都去做，好不好？江林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好啊，开除苏澈。林雪堂神色微变，语气软了几分。他家境清寒，母亲重病，何必做得这么绝？江林静静看着他，方才还说什么都愿意做，一涉及苏澈，立刻反悔。他刚要开口，林雪堂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苏澈。电话那头，他哭得撕心裂肺。林总救我，有人雇了一群打手，他们要毁我的脸。林雪堂脸色骤变。你说什么？你在哪儿？电话已挂断。林雪堂脸色变了，立刻回拨，却再也打不通。他猛地看向江林，眼神从焦急到怀疑，再到压抑的怒意。阿林，苏澈在哪？他声音发紧，还算克制。江林心脏狠狠一缩，他不信他甚至不需要查证，就已经认定是他做的。他颤着声道：你怀疑我？不是怀疑。他揉了揉眉心，只是他电话里说有人要伤害他。所以呢？江林声音发颤。你觉得是我做的？林雪堂沉默一瞬，低声道：我没这么说，只是现在情况紧急。他一个电话你就紧张成这样？江林忽然笑了，眼底冰凉。林雪堂，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他眉头皱得更紧。现在是危急关头，你非要这时候吃醋？吃醋？江林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地。你觉得这是吃醋？林雪堂深吸一口气，尽量放软语气。阿林，我和他真的没什么，但现在他可能出事了，你先告诉我，是不是你？不是我。江林打断他，每个字都像刀割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也没让人动他。林雪堂盯着他，眼底的焦躁越来越明显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苏澈的电话始终打不通。终于，他彻底失了耐心，一把扣住江林手腕，力道大的几乎要捏碎他骨头。阿林，我说过我已经惩罚过他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？毁人脸是最下作的手段，我没时间跟你胡闹，告诉我苏澈到底在哪？江林疼得脸色发白，却倔强的重复：我不知道，你问多少遍我都不知道。林雪堂彻底怒了。江林，我真像是从没认识过你。他猛地甩开他，砰！江林踉跄几步，后腰狠狠撞上餐台尖锐的边角，额头磕在冰冷的大理石柱装饰棱上，鲜血瞬间涌出，周围一片尖叫。林总，江先生受伤了。可林雪堂置若罔闻，他头也不回的往外走，
一边打电话一边厉声吩咐。立刻调监控，扎苏澈最后出现的位置。江林扶着餐台，缓缓站起来，鲜血顺着额角滑落，温热黏腻，他却感觉不到疼。比起心脏被撕碎的痛，这算什么？他怔怔望着林雪堂离去的方向，忽然笑了。他怎么会管他呢？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苏澈，就像从前满心满眼都是他一样。有人惊慌的围上来想扶他，他却轻轻摇头，推开所有搀扶的手，一个人走出宴会厅。轰！刚走出去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。江林回头，看到那块写着雪堂爱阿林一生一世的水晶灯牌重重砸落在地，碎成千万片。他看着那堆碎片，忽然笑出了声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掉了下来。林雪堂，你的一生一世，原来这么短啊！江林一个人回了家，他沉默地处理了额头的伤口，然后开始收拾东西。林雪堂送他的袖扣、领带夹、定制西装，他亲手写的卡片，他们一起拍的相册，所有与他有关的东西都被他装进纸箱，一趟又一趟地丢进楼下的垃圾桶。最后一箱丢完时，夜风卷着冷风吹过他的脸颊，他站在路灯下，忽然觉得可笑。曾经视若珍宝的回忆，如今不过是垃圾堆里的废物。转身的瞬间，一个麻袋猛地套住了他的头，他还没来得及挣扎，后颈便传来剧痛，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了理智。再醒来时，江林发现自己被套在麻袋里，双手被反绑在身后，嘴巴被布条死死塞住。透过麻袋的缝隙，他看到林雪堂抱着苏澈坐在高位的沙发上，四周站满了保镖。保镖恭敬的汇报：林总，人抓到了，这就是江先生拍续毁苏先生容的打手头子。苏澈缩在林雪堂怀里，声音怯怯的：雪堂，要不算了吧，你来得及时，我其实也没真的背。林雪堂冷笑：不行。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抚过苏澈的脸，语气温柔的不像话。我舍不得动阿林，但他敢欺负你，我总要给你一个交代。既然这是他找来的人，那我就杀鸡儆猴，让他以后不敢再做这种事。江林浑身发冷，他明白了这一切都是苏澈自导自演。苏澈假装被毁容，便买通人绑了他，骗林雪堂他是打手头子，就是为了让林雪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折磨他。他拼命挣扎，想叫林雪堂的名字，可嘴巴被塞住，只能发出微弱的呜咽声。苏澈心软地叹气：那下手轻点吧，毕竟是江先生的人。林雪堂眼神一冷：轻，不可能，敢欺负你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下一秒，江林被拖到了冷藏库巨大的金属门前，寒气扑面而来。他被套着麻袋，绑着绳子，从门口猛地推了进去。砰！厚重的金属门在他身后关上，刺骨的寒气瞬间穿透单薄的衣物，巨大的冷气轰鸣声淹没了一切。他像被扔进了冰窟，每一寸皮肤都在被针扎般的寒意侵蚀。救命！救命！微弱的呼救被机器的轰鸣吞噬，麻袋根本挡不住低温，身体的热量在飞速流失。他本能的蜷缩起来，牙齿不受控制的打颤。滴！不知过了多久，尖锐的提示音响起，冷气暂时停止。门被打开一条缝，一股力量将他硬生生拽到门口相对温暖的区域。他剧烈的咳嗽着，肺部火辣辣的疼。还没等他喘过气，身体再次被推了进去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每次进入都像坠入冰渊，每次被拉出都像被剥皮抽筋，反反复复，生不如死。江林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耳边只剩下制冷机的轰鸣，肺部疼得像要炸开。不知道第几次被拉出来时，苏澈终于不忍心的叫停：够了，雪堂，别再折磨他了。林雪堂却冷笑：还没完。他接过保镖递来的高压水枪：敢动我的人就要付出代价。冰冷刺骨的水柱在高压下像钢针一样狠狠冲击在他身上。第一股水柱重重冲击在他背上，江林整个人猛地弓起，像是被电击的虾米，剧痛从脊椎炸开，瞬间蔓延到四肢百骸。他死死咬住嘴里的布条，却还是露出一声闷哼。吃吃吃，一柱接一柱，毫不留情，每一击都像是要把他的骨头冲散，把内脏震裂。水流冲击在皮肤上，迅速带走最后一点体温，寒冷深入骨髓。江林能感觉到温热的液体从嘴角溢出，是血混着冰水。他麻木地承受着，身体像是被撕成了碎片。水柱终于停下，林雪堂这才满意，转身将苏澈搂进怀里。是不是吓到了？好了，结束了，别怕。他对保镖挥了挥手，把这人丢回去。说完，他抱起苏澈，头也不回地离开，高跟鞋踩在冰冷的水渍里，发出黏腻的声音。江林嘴里的布条终于松了，他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嘶哑地喊出他的名字：林雪堂。声音微弱的像是风中残烛，却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。他脚步骤然一顿，可苏澈却适时地晕了过去，软软地靠在他肩上。雪堂，我头好晕。林雪堂立刻收回视线，没再管方才的错觉，焦急地抱紧他。我马上送你去检查。他大步离开，再没回头。江林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就混着冰水滚了下来。只要他回头看一眼，只要一眼，他就会知道，此刻被他折磨得半死的是他曾经捧在手心里的人。可是他没有，他的眼睛全被苏澈占满了。江林在有意识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丢在别墅冰冷的地板上，浑身湿透，骨头像是被拆开重组过一样疼，每一寸皮肤都因冻伤而刺痛麻木。他艰难地爬起来，每动一下，后背被水柱冲击的痛和冻伤的刺痛就撕裂般的传来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他颤抖着掏出来，看到2条消息。第一条是林雪堂发来的：亲爱的，之前是我不好，不该对你发脾气，
我只是不想你做出错事。这几天我在医院照顾苏澈，就不回来了，等他好了再回来陪你。江林盯着屏幕，忽然笑出了眼泪，多可笑啊！他把他折磨得半死，根本没发现他失踪了。第二条是身份注销成功的通知，江先生，您提交的身份信息注销和改名申请已通过审核，即日起生效。江林死死攥着手机，直接发白，他终于可以离开了。他强撑着站起身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然后拎起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离开。这个家里属于他的东西，他全都带走了，除了2样，第一样是林雪堂20岁那年送他的定制钢笔，笔帽内嵌着微型监控器，他送他时说，阿林，我要时时刻刻看到你在干什么。那时候他觉得甜蜜，现在只觉得讽刺。他大概很久没看过录像了吧，但只要他看了，就会知道是他亲手将他一次次推入冷藏库，是他亲手用高压水枪折磨他。第二样是他追求他实写的程序代码，厚厚一沓印稿，泛黄的纸张上还残留着少女对爱情的憧憬。阿林，今天看到你在图书馆睡着了，睫毛真长。阿林，等你毕业我们就结婚好不好？我一天都等不了了。阿林，我会爱你一辈子，只爱你一个人。江林轻轻抚过那些代码，忽然想起20岁那年，他红着眼眶把他抵在墙上，说，阿林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。那些曾经让他心动到失眠的誓言，如今看来字字荒唐。江林将钢笔和代码打印稿放在茶几上，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。出门前，他把手机丢进了垃圾桶，连同所有过往一起埋葬。从今往后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会为林雪堂掉眼泪的江林。飞机起飞时，江林望着舷窗外逐渐变小的城市灯火，恍惚间看见18岁的林雪堂站在云层里对他笑。下一秒，剧痛从肋间炸开，幻想消失，他死死咬住嘴唇，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。先生，您需要帮助吗？邻座的女人放下手中的书，她敏锐地注意到他额角的冷汗和苍白的脸色。江林摇摇头，把脸更深地埋进衣服里，那上面还沾着地下室霉味的气息，是他在机场卫生间随便买的廉价货。我没事，他声音轻飘飘的，只是有点晕机。许巍看着这个浑身散发着违和感的年轻男人，他穿着明显大1号的深色西装，左手无名指有长期戴戒指的痕迹，右手却诡异的蜷缩着，指尖发紫。最令人不安的是，即便在恒温机舱里，他仍在不自觉的发抖。我是一名医生。许巍递过一张纸巾。你的脸色很差。江林接过纸巾时，他注意到他手腕上深深的淤痕，那是专业捆绑才会留下的痕迹。许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受害者。谢谢。江林把纸巾攥在掌心，却没有使用。他不能留下任何痕迹，尤其是现在。但只要飞机落地，林雪堂就算把地球翻过来也找不到他了。突然，一阵尖锐的疼痛从腹部直窜上来，江林眼前发黑，感觉有温热的液体从鼻腔涌出，他下意识去摸，指尖触到一片黏腻的猩红。许巍一把扯开安全带。空城，这里需要紧急医疗援助。模糊的视线里，江林看见女人修长的手指快速解开他的衣领。真奇怪，他居然在这时候想起林雪堂的手，昨晚那双手也是这样解开了苏澈的衣口。江林感觉自己被无数双手托起，像片落叶飘在暴风雨中的海面上。他想起被推进冷藏库时的感觉，寒气刺入骨髓的冰冷，高压水流冲击皮肤的剧痛。最痛的是林雪堂那句感动我的人就要付出代价，每个字都像钝刀在心上凌迟。意识消散前的最后一刻，江林听见自己沙哑的笑声。多讽刺啊！林雪堂亲手造成的冻伤和内出血，此刻正在摧毁他的身体。他总说要保护他不受一点伤害，最后却成了伤他最深的人。机舱的照明灯在头顶晃动，许巍的额头渗出细汗。这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正在他手中一点点流失生命，而某种说不清的直觉让他无法袖手旁观。空城小声询问：医生需要紧急备降吗？昏迷中的江林突然剧烈抽搐，许巍按住他，转头对空城说：联系机场准备救护车，患者有严重冻伤、内出血和可能的内脏损伤，需要。话音未落，他的手腕忽然被抓住，那双涣散的眼睛奇迹般聚焦了一瞬，许巍看见里面盛满令人心惊的决绝。不要去医院。江林每说一个字就有血沫从嘴角溢出。求你。许巍愣住了，他鬼使神差地点头。我在郊区有疗养院。许巍的疗养院弥漫着消毒水和旧书混杂的气息。江林在松木香薰中醒来时，阳光正穿过百叶窗，在地板上投下细长的光条。醒了。低柔的女声从窗边传来，他转头看见许巍合上手中的医学期刊，逆光的身影轮廓柔和。你在飞机上内出血昏迷，我做了应急处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江林下意识摸向肋下，钝痛仍在，但已减轻许多。谢谢你。声音嘶哑。许巍点头，递过温水。我叫许巍，是医生，这里很安全。水杯温热，他指尖无意识的摩挲杯壁。Lin， 他垂眸。我叫 Lin。江林在疗养院住了下来，许巍每日查房，除了必要问诊，从不探听隐私。直到某天护士换药，金属托盘不慎落地，刺耳的撞击声让江林猛地一颤，条件反射的蜷缩护住胸腹，许巍的手顿在半空。他看着他应激的姿势，视线扫过他手腕未消的深紫恶痕，忽然开口：这些伤不是意外。江林呼吸一滞，许巍没追问，平静地替他拉好衣领。不想说就不说，但这里的律师和警察随时能帮你。江林攥紧被单，摇头。许巍转身离开时，江林忽然叫住他：谢谢，不过
他苍白的脸上浮起极淡的笑。真的不用了。疗养院的日子平静，江林身体渐好，偶尔去花园晒太阳。某天路过会议室，无意听见许巍与人争执。对方咬死估值不松口，可行业报告显示他们专利含金量虚高40%。江林脚步一顿，他鬼使神差推开门，满是目光聚焦。许巍皱眉。Lane。江林抿唇，指向投影幕布上的财务模型，沉默片刻开口。第4季度的研发摊销算法有问题，他们隐藏了失败项目成本，实际溢价至少上浮25%。会议室鸦雀无声，许巍盯着他看了几秒，忽然将文件推过去。继续。次日，许巍将合同推到他面前。并购完成了，有兴趣来我公司做技术顾问吗？江林怔了怔，不怕我是商业间谍？许巍靠桌沿站着，眼神沉静。我查过你背景，当然一无所获，但直觉告诉我你值得我信任。林雪堂来到医院，百合香气盖不住消毒水味。他坐在病床边，舀起一勺鸡汤吹凉。苏澈，再喝一口。勺子碰到碗沿，清脆声响扎进他太阳穴。已经4天了，4天没有江林的消息。他摸出手机，锁屏亮起，是江林在实验室回头笑的抓拍。19点08分，亲爱的，今儿我晚点回。23点41分，你还在生气。次日10点02分，阿玲接电话。最后一条消息孤悬在对话框顶端。我打个电话。他猛地站起，带翻矮凳。消防通道里，林雪堂第3次按下拨号键，机械女声中英文重复着无人接听，在楼梯间回荡成催命符。他拨通助理电话。小周，现在去别墅查门禁系统。他顿了顿，顺便看看厨房垃圾处理器最近使用时间。半小时后，助理回电。林总，门禁正常，但厨房垃圾处理器4天没启动过。林雪堂呼吸停滞，江林有洁癖，绝不容忍隔夜厨余。林雪堂赶紧回到家，指纹锁低声响起，玄关灯亮，迎接他的却是一片死寂的黑暗，没有留灯。阿玲，声音在挑高客厅撞出回音，无人应答。空气里他惯用的雪松香消散殆尽，只剩冰冷的空旷。主卧衣柜大开，他的衣物一件不剩。书桌上，他常用的编程笔记本、咖啡杯全部消失。床头合照不见了，只剩空相框。他的心猛地沉下去，冲向书房。抽屉拉开，护照、身份证、银行卡，所有能证明他存在的东西荡然无存。只有茶几上静静躺着2样东西，一支钢笔，一沓泛黄的代码打印稿。林雪堂颤抖着手拿起钢笔，这是江林20岁生日时他送的，10年未曾离身。如今他孤零零躺在这里。立刻查江林去向。他对着手机嘶吼，掘地3尺也要找到。键盘敲击声从听筒传来，时间被拉得漫长。助理声音迟疑，林总，江先生的身份信息已被注销。注销身份，林雪堂眼睫颤抖，手指攥紧钢笔，指节死白。钢笔里有微型监控，他冲向书房调取数据。监控画面弹出，将他定在原地。画面里，苏澈站在冷藏库金属门前，嘴角噙着冷笑。麻袋里的人在挣扎，布料滑落瞬间，他看清了那张脸，江林，苍白染血的脸，凌乱湿发，嘴角渗出的血迹。他望着他的方向，嘴唇翕动，下一秒却被他亲手推进寒气弥漫的冷藏库。风制冷击轰一声穿透耳膜，林雪堂耳边只剩尖锐风鸣。他猛地拖动进度条，高压水枪冲击下，麻袋中的人全缩入虾米。而苏澈嘴角的笑意在监控镜头下无所遁形。手机在响。林总，医院那边。助理声音被粗暴打断。备车。声音嘶哑不成调。病房门被猛地推开，林雪堂站在门口，脸色阴沉骇人。苏澈手机啪的掉的。雪堂，你怎么？你知道麻袋里的人是江林，对不对？林雪堂声音低哑如恶鬼。苏澈脸色惨白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被扔进冷藏库里的人。他一把掐住他手腕，力道几乎捏碎骨头。你早知道是他，对不对？苏澈眼泪涌出。雪堂疼。林雪堂充耳不闻，猩红眼死死盯着他。回答我。我只是太爱你。他抽泣。我怕他抢走你。林雪堂厌恶甩手，像甩开脏东西。视线扫过床头柜的水果刀，刀面冷光映出他扭曲面容，也映出苏澈皱缩的瞳孔。你不能。他仓皇后退，书页架轰然倒地。林雪堂办公室灯光惨白，私家侦探的文件摊开，照片、录音、转账记录，还有打手证词。苏先生雇我们演戏，说钱给够，他让我们假装要划他脸，但不能动真格。他说只要林总信了，事后有重谢。林雪堂指尖捏得发白，自始至终都是苏澈自导自演，而他亲手将挚爱推进地狱。苏澈被请进办公室时，脸上还带着娇笑。雪堂，找我这么急？话音未落，文件狠狠砸在他脸上。解释。林雪堂声音冷如寒冰。纸张散落，苏澈瞥见照片和流水，笑容凝固。有人陷害我，是江林，他恨我。江林。林雪堂死盯着他，意外平静。他按下录音笔。那贱人活该，谁让他不知好歹？苏澈尖利恶毒的声音回荡，他脸色瞬间惨白。苏澈强扯笑脸走到他面前。雪堂信我。林雪堂扣住他下巴。爱。他冷笑。你做出这些还说爱我，不恶心？那你就是好东西。苏澈突然抬头，柔弱进退，眼底是扭曲恨意。是你先找上我，是你拿我当替身，
是你让我以为你爱我。他正颇桎梏，指着他鼻子。你瞎，看不出真情假意，现在装深情给谁看？江林早不要你了，他宁可抛弃一切消失，也不愿再看你一眼。林雪堂瞳孔骤缩，胸口如遭重击。苏澈笑得讥讽，知道他走前留了什么？那支钢笔你送的吧？里面的监控你也看到了，那每一股水柱不都是你亲自冲的吗？死记。林雪堂忽然笑了，他慢条斯理起身，抚上苏澈的脸，温柔如情人，眼神冷如刀。你说的对，是我瞎。他轻声道。现在该矫正错误了。苏澈没回神，保镖已用粗力麻绳将他捆死。林雪堂，钱我还你。林雪堂后退一步。你以为我在乎钱？他俯身在他耳边，声音轻如毒蛇吐信。我要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精神病院走廊，白炽灯将林雪堂的影子拉得细长。他握着文件，详细记录苏澈所有罪行，挪用公款、商业欺诈、故意伤害及对江林的构陷。病房门推开，苏澈蜷缩角落，脸上缠绷带，是自残的伤痕。他抬头见林雪堂，眼中闪过一丝希冀。雪堂，救我！林雪堂缓缓蹲下，居高临下。知道为什么来吗？苏澈摇头。我错了。错了。林雪堂冷笑，将文件甩他面前。这些都是你知道错了。苏澈瞥见内容，脸色惨白。不是我做的。陷害。林雪堂捏住他下巴，力道几乎捏碎骨头。你以为我还会信？他松手，用手帕擦手，满脸嫌恶。苏澈双眼赤红扑来，被他一脚踹开。他跌坐在地，歇斯底里尖叫。林雪堂，我诅咒你，诅咒你永失所爱。林雪堂头也不回离开病房，身后哭喊撕心裂肺。他站在走廊点燃烟，烟雾缭绕中眼神晦暗。助理小心走近。林总，苏家资产已冻结，苏澈父母被限制活动。林雪堂嗯了一声，把他挪用公款的事捅给媒体，我要他身败名裂。助理离开林雪堂，掐灭烟，望向夜空。这样的报复抵不上江林所受万一，但至少苏澈再无机会伤人。林雪堂站在别墅前，钢笔录音听了无数遍，但关键片段已被苏澈删除。继续找。他声音嘶哑，眼底血丝密布，翻遍世界也要找到他。助理战战兢兢递上文件。林总，江先生身份注销，出入境记录抹除。林雪堂猛地攥拳，指节泛白。他疯了一样动用所有关系，天价悬赏。可江林如人间蒸发，他去了所有旧地，中学校园、星空观测台、瑞士表行，甚至他原见过的非洲小城，每一次都扑空。他开始频繁做梦，梦里江林躺在冰水里，冷冷看他。林雪堂，地狱是你亲手送我进的。惊醒时冷汗浸透，心脏如被剜去。3个月后，林雪堂站在苏黎世班霍夫大街的钟表店外，橱窗里机械表齿轮精密咬合。江林曾说过，他喜欢齿轮裸露的设计，不要钻石，只要最原始的金属光泽。他自嘲扯嘴角，过往如烟消散，他连他在哪都不知道。忽然，余光捕捉到一抹熟悉侧影，黑发微卷，清瘦背影，走路时习惯性轻抿唇，心脏猛地一滞，他本能追去。江林，男人没回头，继续前行。他加快脚步，伸手想抓他手腕。下一秒，黑色轿车停在他面前，西装革履的女人下车接过他公文包，低头耳语，惹他轻笑。侧脸露出，全然陌生。林雪堂僵在原地，不是他，只是一个相似的侧影。他颓然放手，喉咙发紧。手机响起，助理小心翼翼。林总，峰会要开始了。林雪堂闭眼，挂断电话，转身离开。而他转身瞬间，街角咖啡馆里，江林放下咖啡杯，目光淡淡扫过他背影。许巍顺着视线看去，是他。江林收回目光，走吧，峰会要迟到了。LJ 集团顶层，落地窗外是整座钢铁森林。江林站在窗前，指尖捏着一杯威士忌，琥珀色液体在杯中轻晃，像极了冷藏库地板上融化的血水。助理敲门进来，恭敬递上文件。江总，林氏集团股价又跌8%，市场对林雪堂近期的战略转型普遍看衰。江林接过文件，唇角勾起冰冷的弧度。很好。他翻看林氏最新的技术专利报告，指尖在某一项核心专利上点了点。林雪堂为了填补苏澈挪用的资金窟窿，已开始质押这些技术命脉，继续抛售我们持有的林氏债券。他合上文件，声音平静。助理犹豫，可如果林氏崩盘太快，我们前期投入。没关系。江林抬眸，眼底锐利如刀。我不在乎。他只在乎林雪堂如何一步步失去他最骄傲的科技帝国，就像他曾失去的尊严与爱情。林氏集团总裁办公室，林雪堂盯着屏幕上一路跳水的股价曲线，股东们的电话如索命符般响个不停。他烦躁地按下静音。查到是谁在狙击了吗？他冷声问。助理额头冒汗。资金源头在开曼群岛的新锐科技基金，背景复杂，实际控制人查不到。林雪堂皱眉。基金名 LJ。 他反复咀嚼这个名字，心脏猛地一沉。江林，是他回来了。许巍推门而入，将一叠文件重重摔在办公桌上，纸张散开，最上方是触目惊心的病历扫描件。林雪堂，重度抑郁伴焦虑障碍，胃溃疡伴出血。看看这个。许巍声音冷得像冰。再逼下去，他会死。江林垂眸扫过，指尖无意识蜷缩了一下，很快恢复平静。所以，他端起咖啡。许巍盯着他，忽然笑了。江林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了？
他走近一步，修长手指敲在病历上，让他破产不够，让他每天像提线木偶一样汇报工作不够，非要看他进太平间才解恨。江林睫毛微颤，咖啡杯在掌心发烫。我没逼他。他抬眸，眼底一片冰封。这是他该受的。是吗？许巍突然俯身，双手撑住他座椅扶手，将他困在方寸之间。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？江林呼吸一滞，许巍的声音压低，带着洞悉。江林，你根本就没放下他。办公室死寂，窗外雨点敲击玻璃。江林放下咖啡杯，杯底轻扣桌面。我没有。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很轻。许巍没动，目光如手术刀般刮过他脸庞。那你为什么不敢承认自己越界了？江林猛地起身，几乎与他鼻尖相贴。许巍，你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？你知道？我知道。许巍打断他，声音忽然软了。但现在的你和当年冷眼旁观你受苦的林雪堂有什么区别？这句话像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江林心上。他踉跄后退，胸口剧烈起伏。是啊，他什么时候变成了自己最憎恨的样子？为了复仇，精密计算林雪堂每一分痛苦，甚至在他崩溃的悬崖边推波助澜。我声音哽在喉咙，许巍叹气，伸手抚上他脸颊。仇恨的火焰烧得太旺，会先焚尽你自己。江林闭上眼，一滴泪无声滑落。砰！秘书慌张冲进来。江总，林氏旧部联合3家风投，正在恶意收购我们流通股。江林瞬间清醒。领头的是谁？屏幕上，林氏前技术总监谢灵志正接受采访，笑容阴鸷。NY 的崛起建立在非法技术剽窃上，我们只是拨乱反正。江林攥紧拳头，谢灵志，那个曾被他策反的核心人物。立刻。他话未说完。不用查了。许巍突然道。谢灵志从未真正背叛林氏，他假意被你收买，等的就是今天。江林瞳孔微缩。什么？许巍点头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他想要的是整个智能芯片市场。江林大脑飞速运转，若是如此，局面更险恶，却也更简单。他抓起外套。备车，去林氏。许巍皱眉。去送死。江林头也不回。找林雪堂。林氏总裁办公室门被推开时，林雪堂正站在落地窗前，背影瘦削的像一道即将熄灭的替身。听到声响，他缓缓转身，眼底死寂的深潭里泛起一丝微不可察的涟漪，随即湮灭。稀客。他声音沙哑。江总亲自视察。江林径直走到他面前，将平板推过去。解释。林雪堂扫过屏幕，眉头微蹙。与我无关。谢灵志是你的人。曾经是。林雪堂抬眸，黑沉沉的眼睛直视他。就像我曾经也是你的人。江林呼吸一滞，对峙片刻，他深吸一口气。联手解决他。林雪堂怔住，窗外雨幕如织。为什么？他轻声问。江林沉默片刻。只有你清楚林氏旧部的技术命门和他们的致命漏洞。这不是全部真相。在看到病历上未出写3个字时，他心脏像被针扎了一下，但他不会承认。林雪堂久久看着他，忽然笑了，疲惫却释然。好。他转身从保险柜取出一枚芯片递给他。林氏所有核心专利的底层漏洞和后门程序，足够你废掉谢灵志手里的牌。江林接过芯片，瞳孔微缩，这绝非临时准备。你早料到有这一天。林雪堂未答，取下衣架上的西装外套。走吧，趁我还记得怎么当林总。他挺直脊背，仿佛瞬间找回了些许昔日锋芒。这或许是他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。LJ 危机应对中心，江林将最后一行代码输入控制台。大屏幕上，代表谢灵志收购进度的红色曲线如断崖般暴跌。各位的离职协议已生效。他看向屏幕里神色各异的林氏元老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与林氏与 LJ 再无瓜葛。技术总监脸色灰败。江总，我们为林氏奉献了半辈子，所以你们才能带着保密协议和补偿金离开。江林指尖轻敲控制台，而不是像苏澈一样在精神病院里数自己还剩几颗牙。会议室死寂，角落里林雪堂低垂着头，西装肩线被雨夜的湿气阴出深色。他全程沉默，像一尊失去灵魂的雕像。人群散尽，他仍坐在原位。还有事。江林合上笔记本，他忽然伸手按住笔记本边缘，指节泛白。我们真的一点可能都没了。江林的目光落在他手背那里有芯片的烟头烫痕。他想起很多年前，少女林雪堂替他挡开飞来的篮球，手被擦伤，却笑着说不疼。你知道我在冷藏库里想什么吗？他轻声道。我在想，如果你开门看我一眼，哪怕一眼。林雪堂的瞳孔剧烈震颤。但你没有。江林抽回笔记本。所以答案是没有，一丝都没有。许巍的话在耳边回响，复仇的终点是彻底遗忘。他转身走向全景玻璃幕墙，穿透云层的阳光将他轮廓镀上半金。几天后，江林收到一段加密视频，画面里林雪堂跪在陡峭湿滑的石阶上，3步一叩首，石阶上蜿蜒着暗红血迹，膝盖处的布料早已磨烂，露出血肉模糊的皮肉。这是他当年为他求平安符的深山古关。背景音是助理压抑的汇报，林总已经跪了4天，道长说他在求。删了。江林关掉视频。以后他的事不必再报。他打开保险柜，取出一份股权转让书，签完字后顿了顿，抽出一张便签，钢笔悬停许久，最终落下3个力透纸背的字：两清了。林雪堂收到文件时，
正高烧昏迷在道观的厢房里。道长叹息着递来汤药，夫人，执念如刀，伤人伤己。他颤抖着拆开文件，股权转让书滑落，那张便签被窗缝渗入的风吹起，